Hello，大家好呀！今天的话，我想给大家分享一本书，就是，其实这本书呢，我之前就是去年的时候，其实啊、就已经看过了，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写，因为我当时，看这本书的时候，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真的，就是，这本书它名字叫做《素食者》。是韩国的一个作家，他去年呢因为这本书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应该是亚洲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女性作家。因为其实我之前对这个韩国的文学其实并没有接触太多，最早的一本应该是82年生的金智英，然后这本书金智英这本书呢算是开启了我对女性主义的就一个觉醒吧。就是我因为看了那本书，然后就觉得东亚的女性确实就是可能被就是不管是思想上还是肉体上都需要一个解放来说。然后我先说一下这本书，我为什么要推荐呢？我先把故事先讲一下，就是她是，女主的名字是叫英惠，她是呢丈夫眼里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女性，她的丈夫呢其实就是大部分的东亚的家庭其实都是这样，只需要一个听话的会照顾人的女性就行。那文章的开头呢，就是有一句话，其实是就是已经过了。现在应该过了半年了，我仍旧就是觉得这句话仍旧会刺痛我。他是这么写的，他说：“我能相信的只有我的胸部，我喜欢的我的胸部，因为它没有任何的杀伤力，手脚、牙齿和3寸之舌，甚至一个眼神都会成为杀戮或伤害人的凶器。我变得如此锋利，难道是为了刺穿什么吗？”这句话真的就是我感受，就是有一种无比的窒息感。就这个作者真的是太会写了。然后他这本书呢是分3个视角，一个是丈夫、姐夫跟姐姐的视角来描述的。这本书最早呢是因为女主英惠，她突然有一天她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开始不吃肉。做了这个梦之后呢，她就开始不吃肉。那丈夫呢，仅仅因为，妻子突然就不吃肉了，他觉得这个东西已经超出他的掌控了，然后他就开始对这件事情无限的放大。其实丈夫呢，他只有早饭是在家里吃的，他平时都是在中午吃的。其实妻子吃不吃肉对他来说并没有太多的影响，但是他却把这个事情无限放大。甚至给妻子的家里打了电话。他打电话的目的呢，说的很伟大，很高尚，就是说，我是因为怕妻子不吃肉对身体不好，所以，才想要，妻子继续吃肉。但是他根本就没有在女主英惠的，她的精神上面去考虑这个事情。她为什么不吃肉呢？她是不想被控制，她想摆脱这个事情，她想从这一点上慢慢的去解脱出来。然后呢，她的家里人就开始对女主进行一个道德的绑架。她的父亲甚至为了让她吃肉，更是把肉塞到英惠的嘴里，并且吐巴掌。就是这一点就让我觉得，就是亚洲的家庭，就是很大程度上可能父亲占据了一个主导的位置，就是父权社会嘛。然后直到这个英惠她自杀进了医院。其实这些呢，在英惠的梦境里面，她都是有反射的。这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女主的一个深深的无力感。她从小生活在一个父权的家庭里，然后甚至是结了婚，她的丈夫依旧是一个父权的丈夫，就是依旧是高高在上，就是控制她。表面上可能就是大家就是你过你的我过我的，但是他对精神上、对他生活上、对他一切的
一切的人格都进行了一个控制。那第二部分呢，是一个姐夫的视角。那姐夫呢，他对女主是有这么一个幻想的，他是诱导他女主跟他进行一个行为。那女主呢，是因为姐夫在她身上画了绘画，画出了树跟花，对她来说，树跟花象征的一个新的生命重生。她其实这个是对她一个对于女主来说，这一部分其实是她一个对生命的一个渴望。那第三部分呢，是姐姐的视角。那姐姐呢，从小其实是很关爱妹妹的。小说呢回忆起来，就是回忆到她姐姐的回忆嘛。她说小的时候呢，因为父亲是非常暴躁的，然后她呢就承担起一个母亲的责任去照顾妹妹。那妹妹呢，在她的呵护下是长大的。那比起殷浩，就是她的弟弟嘛，她其实更爱这个妹妹。但是妹妹呢，并没有逃脱父亲的暴力，甚至有一次呢，一个狗肉的事情，然后父亲就不限放大，做了对就是让父亲觉得不舒服的事情，那他就会挨打。所以呢，女主因慧她的小腿肚是从小被打着长大的。那姐姐的性格她是比较隐忍的，她可以在婚姻里面就是为了体面努力的去工作，靠自己的努力开了店，买了房，有了孩子，甚至照顾家庭。对她来说，这一切就是她的生活。她觉得就是按部就班过这样的生活，对她来说是非常就是一个女性该做的一件事情。那里面呢有一句话，那殷慧跟姐姐说，世界上所有的树都跟手足一样。那这句话让我想到了，就是一个女性主义的一个觉醒，在逆境中生长。其实呢，跟女主倒立想象自己胯下开花时是一个道理的。那最后呢，他写到一个姐姐的一个独白，殷慧她只是比她早走一步。姐姐最后说了这么一句话。其实看到这里呢，我就觉得她姐姐其实是已经跟妹妹已经产生了一个共情，而且已经慢慢的觉醒了。这本书呢，就是我看完了之后，确实就是让我觉得非常精彩。虽然窒息、痛惜，但是却非常的精彩。就仍然想要去写一下这么一个，就是对这部小说的一个感受跟一个想法。没有一个独立的人格，它只能被支配。原生家庭跟婚姻不幸的影响，女主的梦境，一个个都是写实，到最后渴望成为一棵树，幻想扎根开花，自我救赎。其实也是一种生命的延续，她渴望独立人格，拒绝向父权低头。就像书上写的，我不是不想吃肉了，而是我不想像肉一样被他们吃。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最后的挣扎嘛。我希望大家都可以通过读书，因为我本人其实还蛮喜欢看一些小说的，特别是最近就是女性主义的一些书，就是让我觉得就是该觉醒了。然后书中可以让我们遇见更好的自己。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篇我的阅读书单分享。希望可以下一次在阅读的过程中见到大家。拜拜，我们下期再见。